相信生命有一种力量，不放弃的心，勇敢飞翔，迎着风就飞得更远，迎着烈日更显坚强。我看见未来的光芒，我会守护在你的身旁，倾听你的欢喜与悲伤，点亮每颗沉睡的星星，抬起头与你分享。我会陪着你一起成长，给你一个依靠的肩膀，站在太阳升起的地方，迎接第一道曙光。我会守护在你的身旁，倾听你的欢喜与悲伤，点亮每颗沉睡的星星，抬起头与你分享。我会陪着你一起成长，给你一个依靠的肩膀，站在太阳升起的地方，迎接第一道曙光。Thank you。伤口有没有看过？今天没有再渗血水了，而且没有发炎的现象。不错哦。昨晚睡得好不好啊？我爸整晚都没有起来过。哦，那不错哦。还有哪里不舒服？巴肚啊。巴肚？巴肚枵无？好啊好啊，这表示有食欲啊。怎样？喝水会不会吐啊？哦，那更好啦，可以开始吃东西了。来，让我看看哈。来，手指动动。哦，不错哦，有反应了哈。来，脚趾也动动。哦，你恢复得很快哦。还麻呢。啊？还麻啦。一点点是不是？正常的。我知道啦，恢复得这么快，是因为你的侄女都来了，比我快，什么药给你吃都好。老岁仔出代志哦，囡仔拢会晓转来，算乖啦。那我先去忙了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煞要记甲你介绍，我大汉后生啦，媳妇啦。潘医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弟弟的啦，细汉啦。潘医师，谢谢，感激。阮查囝，阮娘啊啦。潘医生，谢谢。感谢。哦，不要这样子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潘医师，实在是我们3个离开家乡太久了，不知道说这里有这么样的一间医院，这里的人对我们都很亲切，病房也很舒适，空气跟光线都很好。我爸在这里养病，还有一位像你这么好的医师在照顾他，大家都很放心。得到你们的信任，我想我们在这里做起来才带劲啊。潘医师，那你还要不要带你太太出去玩呢？他带我去休假了。
今天看了第几部啊？3部。哪部最好看？差不多。主角一开始都很平顺，然后就遇到麻烦，就想办法解决麻烦。我的问题解决了呢，就皆大欢喜，故事就结束了。The end。啊？哇，好莱坞啊，好莱坞模式。哼。如果生活能学好莱坞模式就好了。好莱坞模式，太脱离现实了，脱离生活。过年的时候，不应该让你在这里等我休假。其实你应该回台北陪你爸妈。别提了，再2天就开学了，到时候我也忙。哎，整个寒假你只有那10分钟假期，你不介意啊？记得啊，罚金300。好，300。你开学前嘛，我一定找个地方带你去散散心，好吧？是不是很棒？很美吧？于是，在关山，我们是仰望这些山哦。现在你不知不觉身在岐山中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哦，虽然我们是出来巡回医疗，可是我们看到这样的风景啊，好像不是在工作，我们心情马上轻松很多。花妹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好风景，好心情。哎，这边山都很陡峭，经常有落石塌方，有些车子会被打的。这几天天气都很好，不会有事，不会有危险的啦。前面就是海多尔，海多尔是布隆语海端乡，意思是3面环山，只有一个缺口啊，虎口地形。哎，前面就是拉玛塔行星了，不知道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他是个英雄，是布隆族的抗日英雄哦。哇，潘医师，你现在可以当导游喽！啊，对哦哈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以后出来巡回医疗，我可以带团，南航旅游团，对不对？你药有在吃吗？这次情况不错哈，药要继续吃，不能停，不能停哈。Asado嘛，罗斯布梦柚。阿公，阿丁水哟。老公啊，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吗？马上欧巴乌鲁玛。好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棒？哎，你真的从工作上得到很大的满足哎。哦，累死了。嗯？骗你的啦，说真的，不错，很有满足感。至少比天天窝在家里看 DVD 强。这个我不否认的哈。哎，你自己说的哈。
你这样不行哈。做什么？你有闻到？周围那么多芬多精，精神还这么差。来，跟我一起哈，做深呼吸。吸气，吐，吸，吐。如果你值过急诊，你就知道这深深的一口气多么珍贵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医生护士忙老半天，为的就是病患这一口气。所以积极一点，来啊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唱过哈，好，我待会给你们1人1颗维他命 C， 来。大家早。老师早。作业簿都收齐了没？有没有谁没交？老师只有田上班没有交。他今天又没来，是不是又没请假？电话响，你怎么也不接一下？我没空啦。我在外面忙呢，你就接一下，快一点啊！哎呦！喂，你好，我是田向邦的老师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田向邦的老师。你是田向邦吗？哎，你不接我就不打了，随你。哎，王老师，你们带这么多菜来做什么？病人送的啊。就上次潘医师休假的时候，在路上救那个病人，可是潘医师他现在狱里支援，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，所以我们只好送来给黄老师喽。这么多的高丽菜，我们怎么吃得完啊？菜只是一部分而已嘞。哈？这细点，细点啊！来，哦，弄光了，弄光了。当哦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，身体恢复得好吗？有啦，地足好啊啦。我一条命哦，是恁头家伫咧半路把我捡倒转来。
我今仔专工拣一寡这个高丽菜哦，要送给潘医师啦。阿伯，你千万不要那么客气嘛，这也是我先生该尽的本分呢。老师啊，阮爸出院了后，逐工都在念讲潘医师偌好偌好啦。啊，你若无甲收落来吼，伊想过来就甲摇的啦。对啦，这个是我阿爸他老人家一点心意啦，算是我们家乡的人情味啦。迄菜是无价值啦，好佳哉是拢家己种的哦，我无全农药，足甜的哦。可是我先生从来不收，你总袂用你叫我搁再做转去啊？太多了啦，这吃不完会浪费呢。袂啦，迄高丽菜吼，拍打吼，煮汤也足好食的。嘿啦，你收落来无要紧啦，那真好食的啦。对啊对啊，收落来无要紧啦。对啦，很好吃。哎呀。好了，那不然这样啦，那请你们帮我搬到厨房，就给全医院加菜好了。那吃完就大家带回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谢谢。然后先让潘医师先看过嘛。没关系啦，要是他的话也会这么做啦。好吧。嗯。好吧，大家一起搬到厨房去吧。好，来，谢谢啊。谢谢你哦，谢谢你哦。小心哦。王老师啊，你在咧教册？哦，我在关山工商。关山工商哦。嘿。哦，你两个翁仔某足敖的呢，一个做医生，一个做老师，一个专门咧治人心，一个专门治人心，哦，这对社会拢足有贡献呢。不敢当啦，我还真当不起呢。还蛮好吃哦，多吃一点啊。很好吃哦。我吃看看。真的好好吃呀！我先吃一碗一大碗高丽菜，然后要齐啦。这高丽菜好脆哦。对啊，一看就知道好好吃哦。哎，你怎么都吃高丽菜，你不盛饭？喜欢吃一大碗，他还说反正高丽菜那么多又吃不完。对了，师兄，你帮我问一下博勋哦，他还有没有多的高丽菜可以让我带回去？好了，没问题。真的很甜哎。对呀，又没有农药。好吃的高丽菜来喽。我很佩服他们，他们真的很会种，又脆又甜。更甜的是病人对你的感激，让你甜在心头。那当然了，哎，不容易哎，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，终于得到病人的肯定了，哎，我很安慰。是不是很好吃？ OK 啊，还不错。我看你这样，不禁开始怀疑，2年期满，你会不会想继续留在这里？那么久以后的事情，你想太远了吧？你在避重就轻。没想过啊，不过我知道啊，这些病人本来很痛苦，可是走进医院，我帮他开刀，1个礼拜之后啊，健健康康走出去，这中间有一种我被需要、我被重视的感觉，那种荣誉感，你可以想象啊。其实很简单，以后回头看这2年，应该可以抬头挺胸，面带微笑，这就够啦。我听到了2年。你没听到我讲的重点呀？我的重点是，我们既然来了嘛，就好好的做，不要浪费时间嘛。喂，哦，相换几岁？好，我知道，我马上过来。又要分2段吃啊？有病患我去下医院，记得高丽菜留一点给我，不要吃光了。
学跟田校帮联络过？没有。邱如凯，你也没有吗？老师，我没有，我很少跟他混在一起了。吴方甲，你不舒服吗？班长喊口令。啊，喊口令。跟师长问好。老师，你不是说你都不在乎这些表面的形式了吗？今天有必要。你看看你们一个都快睡着了，打起精神来，喊。起立。敬礼。老师好。同学们，大家好，请坐。好了，大家现在精神不错，上课。喂。刚谁打来的？不知道哎，一接就挂断了。哎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学啊？早上买早餐，我看到好多学生穿着制服上学了。那是小学生，我们学校还没有啦。我来接。喂，喂，伯母您好，我是黄老师，田向帮的导师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黄老师打来的，电视小声一点。田向帮好几天没有来上学了，他还好吗？没去上学。啊，他身体不太舒服。有去看医生吗？没有，他在家休息几天就好了。不过我想他明天就可以上学了。哦，他在吗？我可以跟他讲一下话吗？啊，等一下，老师要跟你讲电话。快点啦！我跟他八字不合啦。讲个电话要合什么八字啊？有什么好讲的？他自己都可以请假去台北，我干嘛一定要去上课啦？只是他比较好命，有代课老师，我没代课同学啊，根本就是差别待遇嘛。你废话说那么多做什么？等一下再跟你算账。快点来听电话哦，别让老师等太久。快点啦！这个不孕婆把谁都当她的小孩管。喂。田向帮，你明天会来上课吧？不知道了。你人不舒服又不去医院，你还不如来学校好了。学校有保健中心，有护士会照顾你哦。我是到学校才不舒服，在家就不会啊。你再不来上课，会赶不上进度。人在学校不一定赶得上进度啊。田向帮，你的请假程序已经不符合学校的规定了。等到你的操行成绩被扣成0分，想要再来学校就没有资格喽。我管你的哦。我这个不孕婆自己没小孩管，就是管定你了，绝不放弃。你管不着啦。哎，赶挂老师电话，你惨了。哦，你两个翁仔某足敖的呢，一个做医生，啊一个做老师，一个专门咧治人心，啊一个专门治人心，哦，这对社会拢足有贡献呢。不敢当啦。
你是这样跟老师讲话的吗？老师有毛病啊！你才有毛病哎！骗我还没开学，还挂老师电话，你是怎样？不要再烦我了啦！马上打电话跟老师道歉，快点！喂，伯母你好，我是黄老师。王老师，真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这么关心他，他还这样，我一定好好管教他。他这几天确实都在家里吗？啊，对啊，他就是懒，整天窝在家里打电动，不会出去混的啦。那就好。嘿呀，王老师，其实这孩子不坏。伯母，我能再跟他讲一下话吗？哦，好，等一下，老师还要跟你讲话，快一点啦！黄老师，真不好意思，麻烦您转告他，叫他明天一定要来上课，要不然他旷课的时数太多，都要按照学校的校规来办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谢谢老师。不客气。老师发疯，你不要跟着一起疯好不好？是你疯了，玩电玩玩到疯了。你明天就给我乖乖的去上课，再不去，我不护你，也不养你。不爱念书就自己想办法去活。我还没满18，你不养我不行啊。那你就试试看我会不会。好了，同学们下课了。谢谢老师。田香帮同学请的是病假，如果以后有看到他不舒服的时候，麻烦各位同学帮帮忙，送他去保健室。班长，田同学已经好几天没有来上课了，有一些没有做的作业，要该补的作业，麻烦你告诉他，请你帮帮他喽。生什么病啊？那么多天没来。告诉我嘛，我扛你找护士啊！哎，你没来的时候，老师天天问到你。对啊。功课拿出来就有抄了。凶什么凶啊？奇怪，为什么要用我？碰一下老师。这号啦是啥物病啊？看慢着，啊是什么病啦？那看久啦。这样会不会痛？不痛。这样也不痛。不错啊，可以自己吃饭洗澡喽。可以可以，现在都自己来了。你2个月前回诊就已经复原的不错了哈。是是是。好了，不需要复健了。那太好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有其他问题，只是潘医师，非常感谢你。我父亲这骨质疏松症，这么难开的刀，你把它开好了，真的非常感谢你，真的非常谢谢你。没有，谢谢你。你们把老人家也照顾得很好啊。谢谢谢谢。
我们也一直想把人家照顾好，可是呢，我太太最近也找到一份工作，而老人家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比较不方便，所以我们想替他找一个菲佣。啊，对了，潘医师，要申请菲佣啊，要填一份巴氏量表，那就请潘医师在这边签个字。贝贝，你只是一个手肘关节衰退，而且康复得很好，这有困难哦。可是中介说啊，只要分数在30分以下就可以申请哦。我算算看哈，贝贝，能不能自己上楼梯？你能哦。能不能自己吃饭？你能。能不能自己洗澡？你能啊。大小便能不能自理？你也能。我帮你算一算，最少你可以得60分哦。那你可以在这边给他填低一点啊。这不能作假了，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医生啊，拜托拜托啦，你给我们填低一点，我们是不会说出去的。真的不行，贝贝，拿回去哈，没办法。只是签个字哦，有什么关系啦？对你又没有伤害。能帮我尽量帮了，可是造假这违反我的原则。潘医师，你不签哦，我怎么申请费用啊？我请国内佣人啊，每个月要多开销我几万块呢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我还是不能签啊。其实我这手肘啊，还常常觉得不舒服，重的东西都不能搬。手肘关节退化，本来就不应该搬重的东西啊。我吃饭拿碗都会酸呢。你刚才明明说吃饭洗澡都没有问题的。潘医师，你嘛较拜托嘞，这是专科病院呢，哪有这么硬啦？没有错，我们是乡下地方，乡下医院，可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做事情，合乎规定的。潘医师，你看我父亲啊，年纪这么大了，手肘又受伤又酸痛，没人照顾行吗？目前政府的规定是这样子，我无能为力，对不起。早哪知影安尼哦，大把人家开刀啦。请博勋来处理一下。好。哪有人安尼啊？潘医师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不签字啊，我请不到人。这里是3诊，可以请博勋来一趟吗？一切责任找你啊。爸，给他。前面谢你谢了半天，我还在想，高丽菜都已经吃不完了，这下该不会又有什么菜可以吃了吧？原来是想管你签字，只怪潘医师啊，手术太成功了。我以为把病人看好，就算是对得起所有人。潘医师，别难过，我支持你。当然了，我也知道，老人家有人陪，当然好。可是现在年轻一代都出去工作了，这是两难的问题。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医院的形象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，不能破坏，不能因为我们是乡下医院就打折扣，是不是？好吧，下1号。潘医师，潘医师，告诉你一个消息，听了保证你开心。什么？配的系统哦，已经批准了。真的 ？Pass 哎，Pass 哎，哇，我们有 Pass 嘞！哇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！天哪，我们有 Pass 哎！哎，以后我们乡下医院可以跟总院一样喽。笔记本借我抄一下啦，我刚刚忘记抄哎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干嘛啊？到外面去逛啊？教室外面有什么好逛的？校园而已嘛。拜托，谁跟你逛校园？当然是到外面去逛啊。
吃完冰也好啊，热死了哎！不行啊，下午有黄老师的课哎。能去？我爱你。神经病啊！你不是一直想谈恋爱吗？我可以成全你啊。轮不到你啦。博爱一点嘛，不要一直死守照片那个人好不好？要你管！保证你被人家骗走。这书本这么小，世界这么大，你怎么老是因小失大？哎，还我啦！你卡带什么？还我！等一下来撕破。无聊喂！开玩笑，你才无聊。又没吃饱。我到校园拔草给你吃好不好？自己吃啦。我们这一班真的很无聊哎。先班，老师叫你去办公室。你惨了你，一定是要找你算账的。报告。进来。王老师，你找我？这是你补交的功课，都改好了，可以拿回去了。那么多天没上课，还写得不错，可见你的资质不差。如果因为辱骂市长而被记过开除，不是很可惜吗？哎，你老实说，天天赖在家里打电动，不会觉得无聊吗？才不会嘞，比学校好啊，学校才无聊好不好？天气这么热，又要念书，有时候的确是蛮单调的。所以说呢，老师替你们想到一个提神醒脑的活动。第一个就是去台东史前博物馆，还有呢？第二个去台东原生应用植物园。拜托，我们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啊，跟台东的原生植物一起长大的，还要看啊？我们自己就是原生的啊。还有一项，西餐外汇。知道什么是外汇吗？当然知道啊，台湾的外汇存底这么多，电视上常常讲啊。那是另外一种外汇。我讲的外汇是请西餐厅的厨师做好吃的菜，然后拿到教室让我们享用，顺便大家借机会学习西餐礼仪。这个起码吴芳霞会喜欢，她老是吃不饱的样子。田同学，你嫌日子很无聊，又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孩子，老师想让你带头办这个活动，可以吗？好玩的话可以试试看哦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北北好了哦。哦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不要等片子洗出来，我可以自己拿过去吗？哦，不用等，不用拿，你现在可以直接去那个门诊那边，那个医生已经看到片子，正在等你。那么快啊？哎，就这么快啊？这样子哦。嗯。哎，北北，你来了。
哎，哎，那什么东西呀？哦，那个是 PACE 啊。啊？那个叫 PACE， 是医院呢新进的设备，哎，很方便的哦。一定是这个啦！我有看报纸啊，说你们刚刚最近进了一套电脑啦。哦，就是这个吗？啊，对，就是报纸所报道的，就是将 X 光还有电脑断层资料做数位化的管理，所有的片子呢都存进这个电脑里面，也不用冲洗，也不用送来送去，也不用空间去储藏，所有的慈济医院呢都能随时调阅这些资料。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，你就直接告诉我，这到底花了多少钱呢？真的看到了，真的很快。妹妹，我跟你解释一下哈，这里。哦，看得很清楚哎，现在电脑真的很厉害，我也要去学电脑。妹妹，你脊椎这个部分啊，这里哈。我会看，这骨头啊就是你们所说的硬体，这个内脏啊就是你们所说的软体，对不对？也对啦。妹妹，我跟你说哈，你脊椎这里退化了哈，要注意。我要去学怎么用电脑，传照片给我加拿大的孙子哎。好，北北这个给你哈，等下去那边批价领药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你几号啊？我最后一号。哦。啊，北北是你啊！今天有58个病人哦。现在再多也不够了啦。为什么呢？一套机器400-500万，租个线路1个月20几万，保养费1年又要40几万。我们乡下地方小人少，医院的挂号已经不多了。你们潘医师又叫医院买这么贵的机器，是要叫医院倒是不是？贝贝，你怎么这样说呢？没关系，我跟北北解释一下。北北，没有错啦，我们引进这个系统的确是不计成本。阿贝，可能你不知道哈，我们有了这个系统之后，如果不是我们专科的病人，我们会跟总院一起会诊，我们一起看 X 光片，然后我们的诊断才会准确。如果总院认为该转院的，我们马上转院，不耽误时间啊。如果不需要转院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，就在这边处理啊。哎，还有哦，病患可以省下救护车的费用。所以你是说，为了省病人1万4的救护车的费用，就汇进这一台机器哦？也不完全这样啦。啊，你真爱活啦，你们都不会算。阿贝。哎呀，你们年轻人都一样啦，都不会省啦。所以呢，你永远没办法满足所有人啊。其实我也觉得 PACE 有个缺点，不用送 X 光片啦，少了运动的机会。我怕我啊要越来越胖了。病患是车祸，下巴有骨折现象哦，需不需要马上处理？是，没错，下巴的软骨组织肿得很大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我刚刚跟总院的整形医师做了会诊，他建议手部骨折先在这边处理，1个礼拜后下巴消肿了，再到他那边做整形手术。这样子不会耽误时机吗？不会 ，X 光片整形医师已经看过了，他认为你现在的下巴肿得很严重，如果勉强开的话，手术的空间很小，缝合也不容易，容易破裂哦，所以他认为等伤口消肿之后，转到总院再处理了。好，谢谢。除此之外，你先生是咬骨断裂，不过没有生命危险，先住院好了，进水进食，
我们会安排时间替他开刀。好，你先去办理住院手续吧。好，谢谢。住院手续是在那边吗？哦，对对对，那边柜台那里。好。哦，哎，我去办住院哦，等一下。总院不是在花莲吗？是啊。花莲也可以看到我先生的 X 光片啊。对啊，我们全体的医疗团队随时都会在这里做会诊。哦，没想到我们关山一个小地方也这么进步啊！